你的价值不等于你的价格。如果你每个月能给公司赚100万，你觉得自己应该拿多少钱？20万、10万还是1万？很多人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他创造的价值，但实际上，一个人的收入只取决于他被替代的难度。在老板的视角，给你发多少工资的逻辑起点，根本不是你创造了多少价值，而是现在立刻找到一个可以替代你的人，需要多少成本。如果他现在能马上找到一个人，很好的完成你的工作，要价7000，那么你的真实价格就是7000，哪怕你每个月能带来上百万的收入，也是7000。这个价格不是你决定的，也不是他决定的，而是你和千千万万个能够替代你的人，在市场机制下充分博弈之后共同决定的。是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，但走的人太多了，路就被堵死了。价格反映的从来都不是价值，而是供需关系。一线的煤炭、石油工人给人类提供能源，田间地头的农民给人类提供食物，他们创造的价值关乎人类最根本的生死存亡，重要性超过任何一个行业，但他们的收入并不高，因为能替代他们的人太多了。对于这种贡献大收益小的职业，我们通常用2个字来形容：伟大。工业革命之后，人类开始了社会化大分工，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但这种分工同时也让人的独特性开始消失，变得原子化。因为经济机器想要高效运转，就离不开大量价格低廉、质量达标的螺丝钉。而一个合格的螺丝钉，除了物美价廉之外，最重要的特性就是通用可替换。一个螺丝钉坏了，换一个马上就可以继续生产；一个人走了，换一个人马上可以继续运转，始终保证经济机器可以开足马力。但通用性存在一个最大的阻碍，那就是自我意识。自我是导致螺丝钉通用性降低，成为残次品的重要原因。想要提高通用性，就必须消灭自我这个东西。一个合格的螺丝钉应该是让干活干活，让休息休息，井然有序，整齐划一。该读书的时候读书，该结婚的时候结婚，该生孩子的时候马上生孩子。你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取决于社会需要你做什么，而不是自己想做什么。个性、自我、不合群，在主流的评价体系里是贬义的，不被支持的。每个人都被鼓励变得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人们主动砍掉自己的翅膀，然后互相评比，生怕自己的切口不如别人的整齐美观。人们争先恐后戴上枷锁，然后互相张望，生怕自己的枷锁和别人的款式不一样，以至于很多极其荒谬的逻辑都被当成了不正自明、理所应当的公理。比如人必须结婚，一定年龄没有结婚就叫做剩下；比如产权证是必需品，没有产权证你就没有家；比如只有获得了别人的认可，自己才算得上成功。很多人自始终都没有对这些所谓的真理产生过哪怕一丝一毫的质疑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拿出后半生的时间去换一堆钢筋水泥，为什么要日复一日面对一份自己厌恶的工作，1日3餐，8小时工作，8小时睡眠，油盐酱醋，婚丧嫁娶，仅剩的碎片时间还要对着手机枕戈待旦，生怕社交软件回复慢了，点赞慢了，疏远了关系。他们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维持必要的生活。他们也许有理想，但理想永远只能排在这些必要的生活后面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必要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多，事业、伴侣、孩子、父母留给自己的可能只会越来越少。生活就像一个不断加固的铁盒子，每个人都被牢牢地关在里面，而理想在外面酒过三巡。经常有人会煞有介事地说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其实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。除了被物理规则限制自由的人，每个人都在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一个人说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就像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说我不想坐在这张椅子上，这根本不成立。如果真的不想做，他就会马上站起来；如果真的不想过现在的生活，他就会立刻去改变，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。真正将一个人牢牢禁锢在那个铁质小盒子里的，根本不是他人所谓的压迫，而是自己内心的不舍。一个人最至关重要的转变，恰恰是放下那些自以为至关重要的东西，力举千钧，为求一发。只有把时间和能量全部拿回来，才有可能真正出发。只有将这千钧之重给予这毫针之间，才有可能洞穿这钢铁做成的盒子。哪怕只能刺穿一个小孔，哪怕这个小孔只能维持1秒，铁盒里的你也能在这1秒和真正的自己相连。孔的那头是你安身立命、有所成就的唯一关键，有真正属于你的未来和真正无垠的世界。你好好品品吧。受启发的记得点个赞，关注思哥，每天分享实在干货。